在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特朗普14号表示，他在7月份的时候就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要迅速结束加沙战争。我们知道，特朗普此前呢一直是挺以的啊，他要通过这个事儿要获取哪些选民的选票？特朗普很明显的更亲以色列或者偏向以色列的方式去结束战争，但是对于拜登来说，尽可能快的结束加沙的战争是通过和谈协议，也就是施压以色列快速和哈马斯达成人质交换协议。双方都说尽快结束战争，但事实上双方背后的语义完全不同。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以色列和美方的分歧事实上是依然存在的。但以色列如果向拜登政府告知，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以色列还在跟一个没有当上总统、没有任何外交决策权力的特朗普在私下里进行沟通，这会明显的激怒正在斡旋加沙外交谈判的拜登政府。所以以色列绝对不能把他和特朗普私下里的沟通情况告诉拜登政府。我们看到前几天呢，特朗普还说，如果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赢得选举的话，以色列将会消失。那么哈里斯的巴以政策是什么样的？哈里斯他更倾向于和拜登在对以政策上面有所区别，更加去靠拢民主党的主流。特别是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上个月底在国会的演讲，哈里斯就没有出席，有近一半的民主党议员都没有出席，所以这个也是反映出他和民主党主流还是一起的。他自己确实又跟这个犹太利益集团也有丝丝缕缕的牵连，他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对这个哈里斯来说，他只能通过一些手段，就是约束这种以色列政府，就是让你的行动更加温和，更加跟国际社会的主流的标准看齐。你不能采取非常极端的做法，但是这个就是一定程度上超出他的能力，他只能说我减少对你的援助。那其实确实我们知道，在特朗普的任期内一直想跟俄罗斯关系走近啊，但是呢，基于两国之间这种结构性的矛盾，还有国内的这种巨大的压力，一直也没有走近。那如果这次啊，特朗普能够赢得选举的话，对普京来说应该是好消息。不是说特朗普上台，所有对俄的制裁都会取消，而且特朗普又是石油利益的代言人，而且传统能源，美国是和俄罗斯是有竞争关系的，不能说完全对俄罗斯是一个利好。特朗普是典型的美国优先，就是说他只是要利用俄罗斯，达到他的其他的目的。对普京来说，对俄罗斯来说好的一点就是说，他对北约、对欧盟、对乌克兰的承诺会下降，对乌克兰的援助可能会减少，然后这个会降低乌克兰的这种信心。我看到有这样一个分析说，之所以现在乌克兰前段时间采取行动啊，突袭俄罗斯境内，其实这个行动就意味着可能泽连斯基看到了最近哈里斯的势头比较旺，接下来一旦当选的话，会继续军援乌克兰，是这样。美国国内现在对于军事支持乌克兰的政治氛围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经过2年半的冲突以后，美国国内民众当前支持美国军援乌克兰的比例已经不足30%。在这样一个民调的基础上，美国高层的政治精英反对军援乌克兰的声音已经从原来的私下变成公开。这也是泽连斯基他急于向美国及西方国家表现，乌克兰还可以在当前基础上做到更好，或者说防御方面或者在进攻方面也可以做得更好，以赢得美西方国家对继续支持他的信心。我们也关注到，最近美国的一个盟友迈出了重要一步，就是德国准备暂停对乌军援了。这个会在美国的盟友之间形成一个多米牌效应吗？德国的这个支持下降的话，其实这个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但是这个肯定是有这种标志性的意义的，因为德国在整个欧盟不仅他自己的军援下降，而且他在整个欧盟内的话语权也是特别高的。实际上，欧盟有一部分国家是为德国马首是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德国的态度变化肯定是会产生更大的一个后果。欧盟的立场，尤其是他是否会继续积极支持乌克兰打下去的立场，肯定会比美国更加强硬。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它和乌克兰还隔着一个大西洋；但是对于欧盟来说，它和俄罗斯基本上是接壤的，所以它在安全问题上对乌克兰提出的要求会更多。所以有欧盟的插手和支持，俄乌冲突的和平协议将会更难达成。美国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几天正在举行当中。那么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舞台上，哈里斯会提出一个怎样的路线图，打响自己竞选总统宝座的第一炮？拜登这4年来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在经济方面出现了通胀问题，而哈里斯在北卡提出的这种竞选的这种策略，其实就是直面老百姓，
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这种民生问题。他的政策提的比拜登政府要更加详细。所以他瞄准的还是美国的中低层。第二个路线就是哈里斯在大方向上其实要比拜登政府更加的左翼和激进。确实，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哈里斯他的民调支持率还是有这个上升的势头。你觉得现在的所谓的民调蜜月期，它还在这个里面吗？未来的不确定性有哪些？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蜜月期比大家想象的长。它为什么能保持呢？您觉得？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美国老百姓。他们对于这个特朗普和拜登再次对决，他们其实感到很厌倦，就觉得两个老人又来一遍，一点意思都没有。终于来个新人了。对，哈里斯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年轻的、很有活力的，而且她还是个女性，还是这个叫什么少数族裔亚裔和非裔。另外就说这个哈里斯她的策略比较灵活，因为她实际上她没有很多行政经验。换句话来讲，就是说她没有很重的政治包袱，她没有做很多事情，别人就说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做多少事，反正你找不到很多批评的地方，因为美国的副总统其实不怎么做事情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民主党他们迫切的需要去打败特朗普，他们非常害怕特朗普卷土重来，所以呢，他们就团结在这个哈里斯的身边。就说如果哈里斯通过正常的这种程序出来的话，实际上他在民主党内部会经历很大的内耗。对，现在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内耗。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其实他反复的在抨击哈里斯的经济政策跟人身攻击上反复横跳，感觉他乱了方寸了。他是还没有抓住那个要点吗？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特别是到了辩论的，因为现在大家选民还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哈里斯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或他的执政的思路、他的辩论的能力等等，这可能选民还不太了解。所以随着他时间的发展呢，有可能特朗普他加大一些攻击的力度，甚至于找准某个点去加大攻击，那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效果。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特朗普还有时间去调整吗？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说，哈里斯就像一个刺猬，在美国政治正确萦绕在美国政治环境当中，特朗普不能攻击哈里斯的性别。不能攻击哈里斯的婚姻，因为一旦开始攻击，他的攻击的言论都会遭受自己的反作用。在2016年大选的时候，特朗普成功的地方在于他把希拉里塑造成了一个狡猾和唯利是图的高层的老政客，这样一个形象引起了选民的反感，所以选民宁愿选一个不理性的特朗普，也不愿意选一个华盛顿的建制派老政客希拉里。如果特朗普能够成功的把哈里斯塑造成一个或者说是一个没有执政能力的新手，并且把这个形象贯彻深入到了选民的心中，这样他的攻击才是有效和成功的。那您觉得今天的美国大选，它体现了美国政治体制哪些弊端？这个美国的政党这些年越来越明显，就是成个选举党，就是主要就是筹集这种资金、竞选资金，然后动员他们去投票，就是他没有在平时的生活里面，你就感觉不到这个政党的作用，就是这个讲的政党的空心化。就我要被利用了。你就出来了。第二个就是现在美国政党政治，它一个问题就是政治极化越来越严重，就是说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被那种极端的观念所绑架，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政党的这种极化，其实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美国政党现在的问题就是运作和操作政党的这些精英政党成为他们实现权力野心和实现政治攀升以及个人政治利益的一个渠道和机器。我们举哈里斯的例子来说，哈里斯他的权力上升之路其实也很有意思。他当年在美国的这个加州当总检察长的时候，他为了培养自己的政绩他当时在这个执行这个缉毒或者说反毒品的这个政策过程中，他对持有毒品的黑人族裔采取这种非常严格的打击政策。但是当他当了加州的参议员之后呢，他又为了笼络当地的这个黑人选民他又开始提出法案，要求美国在缉毒过程当中对黑人要采取宽松一点的政策，或者说更公平一点的政策。加州的检察长到加州的参议员，短短的4到5年时间，他的立场发生了180度转变。这也能看得出美国的这些政客精英，他们的算计都是自己的选票、自己的政治利益，他们永远不会把治理的效果和选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随着美国大选白热化，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正大打广告战。数据显示，截至14号，双方阵营已经合计斥资1.134亿美元，在7个摇摆州购买电视广告时段。尤其在宾夕法尼亚州最烧钱，因为该州拥有19张选举人票，在所有摇摆州当中数量最多。有美国研究机构预测，2024年选举周期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一个周期。观察指出，4年一度的美国总统选举再次印证，所谓的民主选举只是由美国富人操纵的一场盛大的金钱游戏。8月12号晚，特朗普回归社交媒体平台 X， 并接受 X 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采访。数千万人收听了这场长达2个多小时的直播连线。直播中，马斯克一直在为特朗普的竞选纲领宣传。X 最近发出了一个邀约政治广告的帖子，称平台上34%的用户来自摇摆州，代表着3500万选民。X 平台上的广告可以帮助竞选团队在关键时刻接触到这些有影响力的受众。因此，此次连麦被评价为马斯克为特朗普量身定制的助选推广活动。外界注意到，特朗普19号表示，如果当选，他将考虑取消购买电动汽车最高7500美元的联邦税收抵免。特朗普还夸赞马斯克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并愿意考虑为马斯克提供美国内阁或顾问职位。当晚，马斯克在社交媒体 X 上配图并发文称：“我愿意效劳。”此前，马斯克曾主动提议，希望在特朗普政府发挥作用，一道帮助政府控制支出。有观察指出，这意味着美国的政商关系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苗头跟趋向。与以往在大选喜欢表面保持中立，实则两边下注相比，今天的美国商业巨头更倾向于鲜明表达自身的政治立场。这种姿态的转向，恰恰与今天美国政治极化与社会议题愈加分裂的趋向合流，选择与政治选举、政治议题形成同频共振，以期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此前，马斯克和特朗普的关系一度紧张。马斯克过去曾因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辞去了其政府内顾问职务，以示抗议。但今年以来，二人迅速走近，在社交平台上互动频频。今年5月，马斯克还亲力亲为建立了一家名为 American PAC 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该行动委员会预算高达1.6亿美元，旨在劝说80万名潜在选民为特朗普投票，其中大部分开支由马斯克承担。马斯克还利用自己的商界影响力，举行多场晚宴和聚会，积极为特朗普的选举造势。在2012年之后，美国法律上有一个修改，允许这个超级政治组织可以无上限的接受捐款，所以政商交易是一个必然的现象。提到马斯克和特朗普结盟这也是一个很古怪的结果。我觉得2种可能会让他们俩随时翻脸。第一就是特朗普对他不满，第二，如果马斯克看到特朗普又没希望了，他一定会改变决定。他是一个我见过的最敏锐的机会主义者。特朗普在任期间与硅谷巨头们可谓三观不合。2016年，在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时，90%的硅谷精英都支持希拉里。当时，谷歌甚至修改搜索，推荐到有利于希拉里的方向，并屏蔽了搜索结果中关于希拉里的负面言论。这种暗箱操作虽然难以察觉，但可能会影响至少300万张选票的归属。不少评论指出，过去对特朗普多有不满的硅谷大佬们，在2024年大选中似乎正与特朗普和解。一方面是出于对拜登政府政策的失望，另一方面是由于共和党为科技界量身打造的政策颇有吸引力。7月10号公布的2024共和党政纲中，捍卫创新这一条目，一方面承诺废除民主党阻碍人工智能创新的危险行政命令，另一方面加强与商业航空部门的伙伴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表示对加密货币的支持，无疑都在拉拢科技大佬为共和党投钱。我们现在还看到有一个所谓山谷联盟，山指的是国会山，谷就是指的硅谷，就是有一部分硅谷的企业家试图和美国国会中那些最保守的人士结成一个联盟，试图在技术政策方面形成
带有强烈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这种科技保护政策。不过，有观察指出，尽管挺特之势似乎愈演愈烈，但民主党在硅谷依然具有压倒性优势。追踪竞选资金状况的非盈利机构美国政治捐献数据库统计显示，在本次选举周期中，互联网公司约80%的捐款都流向了民主党。尽管较2020年的90%有所下降，但数据证明硅谷转向的趋势被夸大了。此外，更多的科技界精英正在观望入局时机，尚未做出选择。对于硅谷这种投注分歧，美国斯坦福大学传播学教授特纳将部分原因归咎于金钱诱因。这些高管都在乎赚钱，如果美国政治风向往右倾，科技高管也应该会跟随。8月12号晚，特朗普与马斯克进行了一场直播对话，那吸引了数千万用户的关注。实际上，我们知道此前的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好，现在他们能够走近，是有什么共同利益让他们走在一起？我觉得，马斯克他可能还是从自身的商业利益的角度出发，他是带有一些风险投资的思维在里面。他之前一直没有明确表态说会支持特朗普，但是在713那个特朗普刺杀未遂事件发生之后，他的声势大涨。那么马斯克觉得在这个时候入场是时候入场了。马斯克他现在极力主张推广这个所谓的无人驾驶的出租车，但是这个项目呢，它是需要监管机构去批准的。那么特朗普上台，他是反监管的，所以我觉得马斯克可能看重他这一点。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共和党党纲，它是明确支持要执行火星任务的，正好和 SpaceX 的业务一拍即合。最后一个就是他的那个所谓的 Boring Company 无聊公司，它是做隧道工程的。那有消息说，就是特朗普如果上台，也会给他基建合同。而我们知道，哈里斯之前呢也在旧金山工作，也认识很多硅谷精英。那两相对比，您觉得谁更能拉住这些硅谷精英的注资？事实上，马斯克一个人背书特朗普，并不代表硅谷已经发生了这种根本性的转向。但总的来说，硅谷对民主党支持其实情绪是非常复杂的，因为硅谷的大部分企业家的员工都是支持民主党的，所以这也导致硅谷的企业家在个人的政治选择和企业的利益以及企业的整体方向方面，它都存在一个矛盾，也很拧巴。其实，在美国大选当中，有很多群体都很受关注，比方说这个金主群体，而且呢还有这个少数族裔群体啊，包括劳工群体等等。哪一个群体对于美国大选的决定性更强？金主这个群体，他人很少，但他的影响力是不成比例的放大。就是这种金钱吧，它是一个测试你是否态度真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金钱是不说谎的。你比如说马斯克，他可以说我支持特朗普或者不支持特朗普，但是如果马斯克投入了1000万美元，那谁都知道他的态度是什么。而且确实你没有钱，你根本就玩不转。金钱是一个必要条件，所以从很多角度来讲，金主的作用更大。而且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候选人可以调整自己的观点，说我是支持你的，我是代表你的利益的。但是他上台以后，到底是否能代表他们的利益，那不知道，没有保证的。我看到这样一个说法，说本次美国大选是史上最昂贵，同时也是最分裂的一次大选。它也凸显了美国金钱游戏的这种现实和无情。你怎么看？为什么这么昂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他们觉得失败了以后后果非常严重。那我们来想10年前、20年前的美国大选，你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上台，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就是说我没有上台，他没有特别担心。对，因为他觉得我迟早4年以后、8年以后，最多12年以后，我肯定能上来。对，而且即使你在台上，对我来说影响也不是太大。但是现在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是水火不相容。对特朗普来说，如果他失败，那意味着灭顶之灾，他要去坐牢，他的什么，包括他的财产，很多都要受到很严重的影响。对民主党来说，他们特别担心特朗普上来以后有非常激烈的报复手段，然后包括他们的很多理念都受到这种非常强的颠覆。不管以前的民主党、共和党，它总体来讲是站在中间附近的，现在是站在两端的，它的手段也更加激烈，观点也更加对立。在这种状态下，他们肯定要加码，包括在这种金钱的争夺啊，是吧？这种各地方的这种努力啊，包括这种手段的使用啊。巴以冲突、俄乌冲突等国际热点也是美国大选离不开的话题。19号，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当天，来自不同组织的上万名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在会场外抗议拜登政府的巴以政策，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战争。活动组织者此前预计可能将有10万人到场。
有抗议者表示，美国许多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对拜登政府的应对政策不满。有分析认为，这可能破坏民主党打造的团结在哈里斯周围的形象。19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当天，来自不同组织的上万名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在会场外抗议拜登政府的巴以政策，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战争。在开幕前一晚，约1000名支持巴勒斯坦的民众在芝加哥市中心游行。有抗议者表示，美国许多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对拜登政府的应对政策不满。大规模抗议活动还计划于20号至22号在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的以色列领事馆以及大会会场附近的街道、公园等地举行。名为反对种族灭绝的代表的组织还动员支持者在大会期间推动民主党修改7月中旬发布的竞选纲领，要求加入相关条款，落实禁止向严重侵犯人权的个人或安全部队提供军援的法律。此外，哈里斯还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关系不浅。担任参议员期间，曾在该组织的年会上发表演讲，称他上任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提出一项决议，反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谴责以色列。所以，如果这些抗议者不投票支持民主党，那么很有可能会让共和党上台。